的伤如何？无妨，雨山阿紫给我用了最好的金疮药，一点疤都不留。好像成功了。今日多谢你。谢我做啥？是你救了北秦太后一命，她若再健康出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我只是运气好，赌赢了。而若是你萧无疑不想做的事，谁也做不成。你早就知道我带走了袁小六，所以让青龙偃月守在西月楼外，是不是？但若非是你一再坚持，也不会是如今的局面。北秦太后，她已经答应了和谈条件。后来北秦太后告诉我，她本就不想让英王获得南翼皇室的支持，只是想见袁小六，所以才以此为交易。你说袁小六和北秦太后真的放下了吗？怎么了？一只，他想见你。瑶瑶，阿茂，伤势如何？可疼得厉害？无碍，一点皮肉伤。乐君的婚事总算是推掉了，你们兄妹二人以后也不必再分开了。当我跟你离开健康时，我再替他想想办法。阿茂，我知道你不会走，我也知道你即将迎娶崔氏女。虽然你们都不告诉我，但自从你去了崔府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瑶瑶，你恨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从前太孩子气了，所以无论是你还是萧无一，都不愿意告诉我实话。我一开始是有些生气，你有这样的志向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同我说呢？但后来又觉得，以前总是我想要做什么，便拉着你陪我。可是我却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甚至我也不曾真正了解过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我希望你这一辈子都轻松快乐地活着，永远不要看到这世间残酷的一面。瑶瑶，你可愿入宫？你是要让我做你的妃子？我是说以后，总有一日我会真正掌管权力，那个时候没有何家，没有崔家，只会有我们。我想，你可以先和萧无一和离。你知道宫中有个百器局吗？你可以去那做女官呀。你不是喜欢机巧器具吗？宫外的气早，怎么会有宫内的好呢？可是我不喜欢。阿茂，这不是我要走的路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残酷的真相和虚假的幻梦，我想要前者。你只是选择了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你不必觉得愧疚，也不必担心我。所以你还是要走。可是你从未离开过健康，又孤身一人的，这路在脚下，行至远方，方知何处是无暇。看来现在的我还是留不住你。
能捡回一条命，你该庆幸。唉，凤骨毒丹。其实今日，不只是他想杀我，我也想杀他。是鱼儿的出现，最后阻止了我。败造件东西！鱼儿这姑娘，永远那么心向光明，热烈的叫人心中阴暗隐晦之处无处遁形，都不舍得对这个世间太坏。哼！哎，你是不是也因为如此，才喜欢上他的？上次看某人这么喝酒，还是在九丈原没有活路的时候。哼！哎，现如今他不准备走了，你和他是不是就有可能？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谢家瑜他本就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也从未奢望过。我答应过汤姆，不会将他卷入到危险中来。我没同你讲过吗？我给你们两个算过，你跟他的缘分绝不止于此。那你们那是……我本就不信天命，若天命留给我的原本就不属于我，那我便要亲自啥？斩断他。斩断他！哼！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未休息啊？今夜月色不错。和一只都说好了。嗯。可能我们这样的燕雀，和你们这种鸿鹄，本就不是同路人吧。鸿鹄虽有志，燕雀亦有骨。谢家瑜，你很好。我决定要拜袁小六为师了，从此以后跟着他精进机关营造之术。我要走出健康，或许还要随他去你的北府呢。小五爷，袁小六的藏风炉我用着可好了，能不能让他分我一半？谁告诉你藏风炉是袁小六的了？那是谁的？我的。那你的藏风炉能不能分我一半？反正你去北京之后也就用不上了。嗯，我想想吧。这还需要想啊？想怎么就不行了？我人不在家，那家也是我的呀。像你这样斤斤计较的性子，怪不得找不到喜欢的人。我府中已有3个妻妾，已经够我烦了。我们3个人和你有1分1厘的关系，你以后再这样下去，真要熬成天煞孤星了。万一你以后牺牲了，都没人替你收尸呢。天地为幕也是义趣，我不需要伴侣，更不需要弱点。我就不信你没有喜欢的人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你这个眼神，你绝对有喜欢的人。他长什么样？说来听听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八卦。
干嘛？就是跟我没关系才好问嘛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反正比你漂亮，更比你懂事，样样都比你好。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你不是给袁家子写了一份和离书吗？你去北京之前也给我写一份呗。你不是不着急走吗？你要什么和离书啊？别装了，我那天都在书案上看到你的废稿了。你就好人做到底嘛。谁告诉你我是好人了？你先前不是还说什么我会从心底里嘲笑你吗？我怎么可能是好人啊？妙，妙，嘘，是我。我知道是你。你怎知我来灵凤铺了？东宫使者阿大还会说话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这里到北府怎么着也得6、7日吧？北府得了怪病，与瓜州有关。我来这里的第1日就碰到了南星，他说你让他来找我。哎，我运气真不错。都被抓到这儿了，你还运气不错呢？你是怎么骗过崔少安的？其实吧，一开始也没骗过去。既然都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跟你直说了。你可听说过昔年曹魏设立发丘中郎将，我等皆乃摸金校尉传人。啊？摸金校尉第6代传人，正是在下。啊？你不信啊？你也不想你们崔家的墓地被我们光顾吧？你爷爷的，你爹的，还是你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摸金校尉啊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耐心。我以后我等个180年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们家全挖了，全停，小丫头，你不会当我傻吧？哎，行吧，行吧。我承认，我是看见你们家在开私矿，但这道上的规矩我懂，我这不该说的呢，我一个字儿都不往外说。但你知道咱们倒斗的，见者有份儿吧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还不信我呢？你们家矿上最近有没有人突然晕倒、暴走，或者是癫狂？你是如何知晓的？那我知道的可多，水的问题。你想解决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小妾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个由头而已嘛。那我答应帮他制造绿水，这不是正好能拖到你来了吗？是你要南星来找我的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一遍了？为何呀？这里明明离健康更近一些。那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了，小五爷？让我散！小五爷，你别闹了，你能中招，那我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当然感觉不到了。果然，你们认识。
你不会以为你给我掰扯那些，我真的相信了吧？我就是想看看，你到底要玩些什么花样。但你别说啊，你说的那个什么绿水，哎，我真挺心动的。这个我真没骗你，这个绿水我真的会等一下啊做。一个一个来，先这位，冒充东宫使者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兄台，怎么称呼啊？萧无意，久仰大名。回了，回来！啊，连北府君都惊动了，那我凌风铺的秘密不就藏不住了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杀人灭口。他怎么话这么多呀？所以把他嘴给封上了。他身体也动不了了。这是我跟蕊生阿紫学的，把他的经脉都封锁住。现在他除了眼睛能动，其他地方都动不了。厉害！你跟蕊生学了多久啊？第一次扎啊？我就看过那么一次吧。这要是扎歪了呀，可能会瘫的。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嘛？我撤了啊。等等，你知道凌风铺的矿山在何处吗？后山。但是不知为何，他们这儿的矿工招的都是女孩。各地统计流民，只算成年男性，女孩很能掩人耳目。是啊，最多也就落一个崔家公子的好色之名。你这针能管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但我看蕊生阿紫扎的时候，那只鸡躺了一整天。那就看他的命吧。走。没事吧？到底谁扶谁啊？我的错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走走走。走。别怕。开矿的确会死人，但是怎么会死这么多人？背负偏执了，被矿水浸泡过的稻谷会瞬间发狂，失去理智，像野兽一样想要伤人。矿水的确会让人发狂，失去理智，但是伤人倒是头一次见。这矿并非普通铁矿。先出凌风铺再说。啊！我扶你，走。将军这是要上哪儿去？崔女郎，原来她就是阿茂未来的妻子。飞一下，快！我准备好了。要劲儿没过呢，飞不了啊！啊！二位，跟我回去聊聊。哥哥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好，那件有些繁琐了，失了贵气。你定。哥哥，你平日里总喜欢穿些浅色的衣服，可我觉得哥哥穿红墨更好看，更显贵重。都行。哥哥，嫂嫂都要入宫了，你要早些准备啊。哥哥，我知你心中不愿，可两性之好，若不能好，会适得其反的。知道你担心我，不需要你担心，担心一下你自己的事吧。你的婚事呢？我不嫁人，我守着哥哥就好啦。混话。老师，
殿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诺。老师，殿下在试婚服啊，这2天累了，改天再试。不试也无妨。这是崔家开私矿，因其北府军中怪病。萧氏子已上奏，现为杨章乃人证，证据确凿，与崔氏立婚约不过是阻止县主和亲的手段。妻子有时候就跟一件衣服一样，用完了穿过了，该扔就得扔。崔氏覆灭就在这几日。可崔氏乃大业第一世家呀，那是过去。老夫绝不会允许又一个崔氏女成为大业未来的皇后。行，崔父，我亲自去封。哎，太后不会允许你调动禁军的。凭这个，殿下就想让我以世子妃之名调令晋安王府不取？是，也有人在朝堂之上以北府诅咒之名弹劾无疑，更何况无疑已入临风铺，这一局你死我活。太后掌控之下，禁军非我可控，但是今夜我必须要拿下崔府。可若找不到崔氏私矿的证据，你这是拉着晋安王府一道死。只能赌一把。萧无一也在赌。人，我可以借给你。萧家大兄，臣不敢。臣相信，无一不会看错人。他认可殿下为主君，臣就相信，殿下与无一，与萧氏一心。这些部曲，就借给你了。若有负，我领一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，我以世子妃牌令诏令尔等，跟随殿下秘密查封健康崔府，一切行动听从齐王殿下号令。诺。殿下，令牌交给你，从此刻起，这些部曲就归你号令。谨遵殿下号令。启禀家主，如您所料。齐王殿下已经拿到晋安王府部曲，赶往崔氏。看来健康今夜又会不太平喽。家主，聘礼现在拿出来，会不会有些晚啊？今夜过后，崔氏与齐王必将水火不容啊！这些是给齐王备的聘礼，谁说是给崔氏的？22年了，崔俊藏得这么深。放心吧，他们都跟着呢。哥哥，我们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。哥哥，你必须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，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你的。乐君，你害怕吗？哥哥，建安王府有的，其他氏族也会有。如今禁军战力羸弱，
否则当时长沙王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攻破宫门。我们当真？嫁入棋局，就不能再做棋子。放心吧，乐君，我在学着如何做一个知棋者，这一生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摆布。只是今夜，还是交给靖安王府的人出手，更合时宜罢了。今日引崔氏入局，以萧无一和北府君为饵，只不过是想看得崔氏是否会自掘坟墓罢了。